大学4年我丢了569份外卖，直到快毕业我才在学校表白墙上公布，我丢的这569份外卖中有566份插了奥利给，学校瞬间炸了，偷外卖的惯犯们也炸了。这一天无数人向学校举报我投毒，然而我只是笑了笑，反手甩出了我的毕业论文。排泄物与有机食物混合提升堆肥质量，碳氮比与分解过程研究。开玩笑，这只是我的论文实践素材。此时半夜凌晨1点半，所有人都在讨论我刚发出去的帖子，甚至有人一巴掌打醒了熟睡的室友。醒醒，出大事了！有个狠人大学4年丢了569份外卖，这货非但没声张，还在566份里面掺了奥利给。这回那些偷外卖的人天要塌了。被打醒的室友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抄起手机就是一顿转发，我的帖子如同病毒一般急速传播，学校的服务器也因为庞大的访问量直接瘫痪。刚发出帖子还没10分钟，下面的评论就迅速变成了999加。好，咱农大市附近众多大学里丢外卖最严重的，这回我看谁还敢偷外卖。569份外卖，按单价15元算就是8535元，一年就是2000多元子。零用钱不多的同学不要轻易模仿，农大苦偷外卖久矣，此举必将载入校史。大家对偷外卖都是恨得牙根痒痒。为了惩罚偷外卖的人，我隐忍了整整4年。我还清晰的记得，大一那年我没吃早饭，犯了低血糖，体育课上整个人都晕乎乎的，我赶紧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送到校门口。可等我赶到门口外卖桌的时候，救命粮草已经不翼而飞。我当时还天真的以为有人拿错了，就又点了一份送到寝室门口，结果又丢了，我都快气炸了。但情况紧急，我只能再点1份。这次我直接在寝室楼下等着，我不信还有人能偷走我的外卖。没想到这份外卖还是丢了。后来找外卖小哥核对才知道，有个男孩在校门口就拦住了他，拿走了外卖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心要让偷外卖的人付出代价。后来我每次点外卖都会点2份，一份食用，一份拿去海克斯科技工厂加工。我是农学专业，对于农家肥早已经司空见惯，只拿它当学术来看待，操作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就这么忍了4年，直到快毕业我才将此事公布出来。然而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支持我的行为，可是指责我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拍手叫好的人也会遭受谩骂。网饭里投料，这种行为和投毒有什么区别？农大人的三观就这么无底线吗？大家都是农大人，谁会去偷外卖？顶多也就是拿错了，这种事情很常见啊。因为一份外卖就上纲上线，丢了农大人的脸，大家点举报。明天我也会向学校举报这个人投毒，这种坏人绝对不能让他顺利毕业。他就是丢份外卖而已，别人吃的可都是细菌病毒啊！这种行为简直应该判刑。看到潮水般的指责，我有点发懵，这咋还成我的不对了？恰巧这时论坛服务器也瘫痪，我刷了半天看没有恢复的迹象，只能睡去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吵醒，寝室长汪家豪正在摔东西，一副气得不轻的样子。这个人太可恶了，这是投毒，我要跟学校举报，绝对不能姑息这种犯罪行为。被吵醒的苏晨和林宇轩在看到帖子之后也是一下就精神了，直接加入谩骂大军。真是该死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举报，学校不管我们就报警，这种人绝对不能让他毕业，不能让他危害社会。由于昨天睡得太早，他们现在才看到那条帖子，然后就是一整个大崩溃，这明显就是当事人的后知后觉。几人越想越气，打算直接去找导员告状。他们走到我床前把我晃醒，亚成我们一起去找导员，人多力量大，一定要把这个投毒的人揪出来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就是不仅要取消他的毕业资格，还得记入档案，这种坏人绝对不能轻饶。我不耐烦地将他们的手推开。惩罚？他为什么要受惩罚？该受惩罚的不应该是那些偷外卖的人吗？你们要是去找导员揪出偷外卖的人，我跟你们去，其他的恕不奉陪。我一口一个偷外卖，让汪家豪瞬间红温。亚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人还有没有点公德心？咱们农大都是高素质人群，不会有人偷外卖，顶多就是拿错。每天订外卖的人那么多，拿错一份很正常吧？说话这么难听，活该你没朋友。苏晨和林宇轩也是不甘落后，就是外卖不见了也不一定是被偷了，有可能是外卖小哥送错地方，也有可能是长时间不取被流浪猫叼走了。毕竟咱们学校流浪猫还是挺多的，凭什么就认为被人偷了呢？这么替那个发帖人说话，你不会就是堆肥理论践行者吧？我简直快被他们气笑了，这都是些什么受害者有罪论？我也不打算再惯着他们。马上大学毕业了，以后八竿子打不着一撇，闹僵就闹僵吧。这么着急的想找发帖人，你们不会就是偷外卖的人吧？你特么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诽谤，你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权，等着被处分吧。汪家豪三人气冲冲的去找导员，而我继续躺在床上睡大觉。等我睡醒拿起手机一看，评论转发私信都是999加，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当网红的感觉。但是我的私信里全是谩骂，甚至纷纷要求我公布个人信息。他们不知道我的基本信息，就意味着整整4年所有偷外卖的、拿错外卖的，甚至是订过外卖的人都有可能品尝过了大便。他们现在慌得一批，这件事完全变成了薛定谔的外卖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曾经的外卖里到底加没加料。今天一大早，一帮人就找上了负责维护学校论坛的信息老师陈浩南，要求他说出我的个人信息。陈浩南心情本来就差得很，昨天大半夜被学校叫回来加班，通宵解决服务器爆炸的问题，好不容易解决完，打算抓紧休息一下，却又被一帮学生拦住了去路。陈浩南看着围住他的学生，他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偷外卖的，但更多的是随大流的盲从者。陈浩南本身就是个火爆脾气，此时更是忍不住训斥起来，都围着干嘛？一个个吃饱了撑的，都大学生了没点自己的主见。没偷外卖的人这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偷外卖的那些人吃料也活该。陈浩南自然是知道我的个人信息和事情的原委，但保护学生隐私是老师的责任，而且他的外卖也经常被偷，我的行为更是让他出了一口恶气。可他忽略了一点，大学生正是热血的时候，能老实站那让你一顿臭骂？不知道是谁先动起了手，场面一下子就变得混乱起来。陈浩南老师被一顿拳打脚踢，挨了200来拳，硬是没有透露出我的信息，还是一些非常理智的学生报了警。
警，找了导员，这才分开人群。唯有老师这件事非常严重，带头的那几个学生都被带走调查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毕业证肯定是拿不到了。此事一出，学校的暴力行为一下子少了起来。临近毕业，谁也不想在这时候丢了毕业证。而我知道事情后，不禁感叹一句：陈浩南老师真男人。对于陈浩南老师因为此事被揍，我十分过意不去，也意识到自己的帖子好像覆盖面有点太广了，于是赶紧登录了论坛，在帖子下面更新：楼主是南寝6号楼的，其他楼号的同学别跟着瞎掺和，还有那些没偷外卖的别跟着起哄。此帖一出，其他楼栋的人顿时不慌了。然而6号楼的兄弟们天都塌了，我没有再看他们的回帖，去水果店买了个果篮直奔医院。陈浩南老师因我受伤，我不能当作不知道。看到陈浩南老师还有力气哥那大骂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对于我能来看他陈浩南老师很高兴。亚成同学不用内疚，我没事儿，成天被学校当骡子用累的不行，正好能趁这个机会多休息2天。对于你的做法，老师是很认可的，要不是我是老师的话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农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股子歪风邪气，偷外卖都快成农大的标签了，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农大的老师。不过你今天说了你的楼号暴露是迟早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让陈浩南老师放心，近期正好找到了实习，马上就要搬出去住了，而且我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些偷外卖的人。偷了这么多年外卖，还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别人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当天我就从学校搬了出来，而且我也害怕万一身份暴露被围殴，我这小身板可比不上陈浩南老师抗揍。汪家豪联合了一群人去找导员，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发帖人。导员柳如烟听到他们添油加醋的叙述之后非常气愤，打算严惩发帖之人，绝对不让他顺利毕业。可是柳如烟也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去调用别人的隐私，只能在班级群里给大家发消息。近期发生了一件特别恶劣的事情，有人在学生外卖中投毒，6号楼住的毕业生也只有咱们班，如果有知情者可以私信我，到时候论文答辩加30分，这让同学们都很兴奋，加30分等同于直接通过。可线索却是一点没有，只能在群里推理起来。汪家豪率先开口，将矛头直接指到我身上，这件事亚成的可能性非常大，他今天突然搬离了寝室，我看就是畏罪潜逃。苏晨也是立马跟上发言，应该就是他。早起我们说要一起去找导员，他还不同意，言语中还袒护那个投毒的人，而且他这个人性格孤僻，没有朋友，就是他没跑啊，我真是服了。这才刚开始讨论，矛头就全指向了我。也有其他同学比较理智的看待，没有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。不过今天咱们班集合去找导员，只有亚成和段坤没去，目前看来他俩的嫌疑确实最大。此言发出没一会儿，段坤就在群内回复：我今天在医院门口兼职的时候看见亚成了，他提着果篮应该是去看望陈浩南老师，发帖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他。段坤我记得性格内向，家境贫寒，没什么人愿意和他做朋友，以前我看他总是吃的清汤寡水的可怜，还请他吃过几顿饭，没想到第一时间就把我指认了。不过这事儿我也没打算隐瞒下去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再去打扰陈浩南老师，于是我打开跟导员柳如烟的私信：刘导，这事儿我知情，那个发帖人就是我，到时候答辩的30分记得给我加。然后在群聊里又发了条消息：同学们，发帖的那个人就是我，也不用去私信刘导，答辩的30分我拿走了，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，这30分我就不客气的笑纳了。班级群炸了，柳如烟也炸了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，犯了这么大错你还想要答辩分，毕业证你都别想要了。鉴于亚成同学的恶劣行为，取消其毕业资格，我也会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对害群之马做出开除处理。刘导太便宜他了，他可是投毒，必须报警判刑。一时间群情激愤，柳如烟虽然感觉我的行为可恶，但还不至于判刑，于是他艾特我：亚成同学，你跟大家认个错，争取获得大家的谅解，离开学校好好改造，好好的重新做人。我看到他们的言论满头黑线，不是我错哪了我就道歉，不是应该偷外卖的人跟我道歉吗？柳如烟见我死不悔改，气得不行，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给别人投毒是你亲自发帖的，你赖不了账，可说别人偷外卖，证据呢？给同学投毒还死不认错，我这就上到学校开除你。我们班同学肯定不会偷外卖，退一万步讲，顶多就是拿错了，咱学校每天订这么多外卖，拿错很正常，这么点小事儿被你上纲上线，更是上升到给同学投毒的地步，你这种学生必须开除。王家好几人看到导员撑腰更是上了嘴脸，对开除还要记入档案，省得他危害社会，他这种人就是天生的坏种，必须严惩。好家伙，不仅不辨是非，还要断了我的后路，这些人可真够狠毒的，我实在是生气，你们偷我外卖还想害我，你们才是天生的坏。此言一出，汪家豪等人开始迅速反驳，刘导都说了凡事要讲证据，你说我们偷外卖，证据呢？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们就要告你污蔑诽谤，侵犯我们名誉权，好证据是吧？我这就给你们看证据。我把一连串的视频发到了群里，正是几人从外卖桌上拿走外卖的片段，拍得很清晰。寝室楼对面是一片小商店，有一家麻辣拌的摄像头正好能照到我们楼前的外卖桌。自从我外卖被连偷之后，我就经常去吃这家麻辣拌，并把悲惨遭遇跟老板说了，老板也很爽快的同意我查看监控文件。视频文件一出，整个群都鸦雀无声，甚至就连几人的女朋友也是一阵干呕，他们平常可没少吃嘴子，而几人又没少吃料子，这不就等于他们也吃了料子？汪家好几人的脸一阵青一阵红，视频中确实是他们几个没办法比来，他们当时明明看了四周没有摄像头的，怎么会被拍到？就在几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还是林宇轩急中生智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是拿自己的外卖有毛病吗？你拿出这种视频来混淆视听有什么用吗？汪家好几人立马反应了过来，跟着说道：对，我们只是拿自己的外卖，你恶意拍下这些视频诬赖我们，可真是坏透了。而且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丢外卖，只是捏造事实进行炒作，方便给他投毒找一个正当的理由，更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拍我们，肯定没憋好屁，这只是他放出来的，没放出来的还不知道偷拍了多少呢。我的清白啊，好想跳楼，只能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摄像头确实离得很远，并不能拍清楚外卖面单，他们就这么死咬住是自己的外卖，还真的很难证明。导员柳如烟听到跳楼也是菊
花一紧，当即对我气愤地指责起来：投毒、偷拍，还死不认错，每一件事都罪无可赦。你就算不要毕业证，学校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这年头真的是谁会卖惨谁就有理。我也是无语至极。你说我投毒偷拍证据呢？我真服了你脸皮的厚度。你发的帖子和视频不都是证据？证据确凿，你还要抵赖？这简直是给我逗笑了。你们好好看看，视频角度是寝室楼对面的饭店拍到的，人家在自己店里及相关区域进行监控，这合规合法。至于我发的帖子，那是我学术研究的实践记录，这又犯了什么法？听到我还在狡辩，他们越来越激动地指责我信口雌黄，还学术研究，您配吗？我知道跟他们说不通，当即就甩了个链接到群聊，正是我发表到知网的毕业论文《排泄物与有机食物混合提升堆肥质量，碳氮比与分解过程研究》。看到论文内容和署名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。他们没想到我的研究方向这么奇葩，更没想到我还没有答辩便已经在知网发表了论文。好半天，林宇轩蹦出来一句：即使这样也不能排除你投毒的嫌疑。既然是实验用品，为什么要放在外卖桌上？万一有人拿错了怎么办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汪家豪和苏晨也赶紧附和起来：就是假借学术研究之名实行投毒之事。亚成，你这个恶毒的男人！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，随手截取了论文的一段发到群里，并附上了几张照片。氨与有机食物混合之后的封闭稳定环境会提升堆肥质量。为了得到更精准的数据，我必须快速的对原材料进行混合，并放置在阳光下模拟自然环境。大家都是高材生，自然明白对于实验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。而我的实验素材我都有标注明显的标识，不仅贴了实验贴纸，还在小票单上做了明确标注。众人点开我的照片一看，果然在小票单上发现了一行小字：堆肥实验素材请勿擅动，后果自负。外卖袋子上也贴了个大大的黄色危险品标识。看到这南寝6栋有一半的人都是脸色铁青，这种标识他们都有印象。当时他们还以为是商家为了防止丢外卖弄的小花招吓唬人呢，根本没当回事就给造了。这就意味着他们真的吃过料子。6栋南寝瞬间传来一阵干呕的声音。良久之后，汪家豪才脸色惨白的拿起手机，颤颤巍巍的在群聊里打字：亚成你他妈的！还没打完他就马上停了下来。他意识到此时如果直接骂亚成，那不就证明确实是他们偷的外卖了吗？所以今天的这口料他们不咽也得咽下去了。但很快他又想到了一个反击点：亚成你有2大罪，第一罪是你实验材料不好好看管，容易被同学误拿，我合理怀疑你是故意投毒；第二罪是你不爱惜粮食。我们农大的校训就是1粥1饭当思来之不易，你却直接用新鲜的食物来做实验，就浪费粮食这一条，你就不配作为一个农大人。浪费粮食在农大确实是原则性问题，众人也是跟着纷纷指责起来，甚至连柳如烟都没闲着。我再补充一条，亚成应该是3大罪，第3罪就是荼毒同学，拒不认错，死不悔改，态度极其恶劣。同学们放心，对于这种违背校训荼毒同学的人，我作为导员绝对不会让他毕业的。这一天天还真的是震碎我的3观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浪费粮食，哪个看见我浪费粮食了？请同学们看论文的第9个论题，拼好饭成分分析与作为堆肥原料的可行性探讨。看到我还在狡辩，众人也被勾起了好奇心，纷纷看起了这个论题。他们越看越心惊，甚至连承受能力差的当场就吐了出来。论题中详细记录了我的实验数据，我采集了566份实验样本，里面均检出了大肠杆菌等数种细菌成分，并且含量相当爆炸，吃饭甚至不如直接吃料。拼好饭已经不可作为健康食物食用，但作为堆肥材料却有着出乎意料的强大效应，对于堆肥质量的提升也是相当显著。此刻不管偷没偷过外卖，所有人都溜了出来，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，谁没贪便宜点过拼好饭？根据我的研究材料来看，吃拼好饭还真不如吃上一口料子。开玩笑，2份外卖我点了4年，我又不是什么富二代，当然给你们点的拼好饭了，4元一单我还是负担得起的。汪家豪想到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有害物质，直接破防了。此时他也顾不得被人发现偷外卖了。亚成你不得好死，你明知道有毒还故意给我们吃，有种告诉我你在哪，我去给你送点土特产。然后疯狂@导员柳如烟，刘导被人下毒却讨不到公道，罪人还在逍遥法外，我实在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我不活了，你不用找我了，如果有缘我们来生再见吧，我下辈子还当你的学生。紧接着苏晨林宇轩也是统一话术，然后集体下线就此失踪，这可给导员柳如烟急坏了。他才当导员2年时间，怎么就摊上这么大个篓子？要是这几个女生都没了，他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他四处都联系不到汪家豪几人，急得他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：亚成都怪你，要不是你不认错道歉，汪家豪他们也不至于想不开。他们要真的有个3长2短，你就是凶手，这事儿不就是丢个外卖，你至于吗？现在你马上给我把他们找到，然后跪下给他们道歉，求得他们原谅，不然你就别想要毕业证了。我还要把你的罪行写进档案，让你的父老乡亲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这已经不知道是我无语的第几次了。这个无脑的女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导员，一点是非善恶都分辨不出来。柳如烟，这世界上不是谁哭的大声谁就有理的，丢外卖的是我，偷外卖的是他们，怎么错的人还成我了？他们要真的死了，那跟我一点责任也没有。而你作为导员听信一面之词，处理不当不辨是非，被认作杀人凶手的人只能是你。人丢了不报警，你找我有个坤毛用？柳如烟被我骂了一顿，这才冷静下来。对，报警，我要报警。警察很快到达了现场，同时也对我进行了传唤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亚成对同学进行投毒，才导致其他几个女同学想不开。我没有，别瞎说。柳如烟张口就来，我自然是不会认同。但警察并没有听我们多逼逼。现在是几个大学生疑似集体自杀，这是超重大事件，哪有时间处理我们这点小事儿？在一系列技术定位之下，发现了他们几人的 IP 都在学校附近的一家 KTV 中。警车乌泱泱的停到了 KTV 门前，这可把 KTV 老板吓坏了，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儿。等警察踹开包厢大门的时候，几个男生正有说有笑的在那里 K 歌，哪有一点想自杀的样子？这一幕让警察一整个大无语。但事件还涉及到校园投毒，只能把我们全部带回警局问话。汪家豪几人恶狠狠地看着我：亚成你完
完了，对这么多人进行投毒，不怕你个10年8年的都不足以平民愤。就是勇敢站出来的只有我们几个，还有不知道多少人被你荼毒。我们回去一定要联合那些还没站出来的人对你进行指控，不怕你个无期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们，我们可能会大发慈悲，让你少蹲2年。导员柳如烟也在旁边煽风点火。亚成，你赶紧给汪家豪他们几个人道个歉，到时候对你的处罚还能轻上一点。这么说我道歉你们就会放过我了？汪家豪几人哈哈大笑，好像看傻子一般。怎么可能？逗傻子玩呢？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进去蹲着吧。看着他们那丑恶的嘴脸，我实在是难以忍受。我要是真有罪，法律会制裁我，而不是让你们几个跳梁小丑在这里给我强加罪名。我也告诉你们，这事儿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们偷我外卖对我进行污蔑的事情，我会追究到底。一车人吵吵闹闹的到了警局，警察并没有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，对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取证。看到我的实验论文和大量相关材料，证明了我是在进行学术研究，而且在实验素材上都有明显标注用途及危险性，由此我并不构成投毒，顶多就是个实验素材看管不当的道德行为。听到这个结果的几人直接崩溃。就在他们认清事实想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立马向警局报案。警察同志，我大学4年间总共丢失外卖566份，涉及金额较大，眼前几人都是犯罪嫌疑人，并且他们多次在公众场合对我进行诽谤，对我的精神造成了不利影响，请求立案调查。听到我跟警察的报案内容，汪家豪几人立马急了，污蔑，赤裸果果的污蔑。警察同志，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，我们都是根正苗红的农大学子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我也要告他诽谤。眼见着又要吵起来，警察赶紧给我们分开。但是566份外卖丢失次数之频繁，已经算是重大盗窃案件，警察光速立案进行调查。而我也提供了监控录像以及这些年在个平台订的拼好饭订单截图。眼见着证据对他们越来越不利，汪家豪几人也不似开始那般嚣张。听说最终结果可能会让他们面临罚款和拘留之后，几人再也不淡定了。拘留罚款是小，这要是录入档案，他们这辈子就别想考公了。当即再也忍不住走到我面前，亚成同学，是我们误会你了，我们也不是故意拿你外卖的，外卖那么多，偶尔拿错了而已，这点小事不至于吧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我们一次。导员柳如烟也在旁边帮腔，亚成大家都是同班同学，为了这么点事儿弄成这样不至于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你的论文答辩我直接给你过了。看着到现在还不认错的几人，我笑了。拿错？你们几个加起来快拿错500份了，你告诉我这是拿错？眼睛得瞎成啥样才能拿错？还有刚才你们不是说绝对不会放过我吗？现在我要是投毒罪名成立，扪心自问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事我绝对会深究下去。导员柳如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亚成同学你够了，刚才大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这么上纲上线有意思吗？赶紧跟汪家豪他们和解，不然你别想从我手里毕业了。看着有人撑腰，汪家豪几人又开始蹦跶，我实在不知道柳如烟是怎么当上的导员。就在我准备回队的时候，民警一拍桌子，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亚成同学丢失外卖的金额已经远超立案标准，这是你说和解就能和解的吗？听到可以立案，几人这才彻底慌了，但他们还抱有一丝侥幸。退一万步讲，我们确实多拿错了几份外卖，可是3000元以上才能达到立案标准，但亚成点那拼好饭几块钱一份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顶多就是一人赔你点钱，这也是我担心的点。就是我丢失的外卖虽然总价够了，但分摊到他们每个人身上可能还达不到立案标准。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民警叔叔试试看，虽然可能总额未达到立案标准，但是你们每人都有多次盗窃行为，证据确凿，情节严重，属于盗窃罪。这种情况金额已经不能作为犯罪依据了，盗窃罪是刑事犯罪，现在这个案件已经立案，必须侦查清楚，你们作为犯罪嫌疑人绝对逃不过法律惩罚。几个人听到民警叔叔这么说，肉眼可见的慌了。此时他们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。亚成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拿你外卖的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毕业就打算考编的，现在我绝对不能背上案底，只要你愿意放过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对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赔你，双倍赔你，求你不要追究我们责任。他们虽然在道歉，可从他们眼中我看不到一丝悔意，全部都是对即将受到惩罚的恐惧。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他们认错的时候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最终几人全部被刑拘，我也并没有选择谅解。柳如烟临走时更是恶狠狠地看向我，从他手下出来9个犯罪分子，这对他的前途影响巨大，他决定绝对不可能让我毕业，而我为了能顺利毕业，也只好把相关资料发给了校方和教育局，对柳如烟进行实名举报。由于这个事儿热度很大，调查组很快就下来了，证据确凿，流程走得飞快。柳如烟因为滥用权力威胁学生，被取消了导员资格，学校也临时抽调了一位老师过来代理导员，正是刚出院的陈浩南老师。他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后非常唏嘘，但他还是对我表示了支持。农大之风早该有人整治了。毕业后我选择了留校成为一名导员，也成为了农大的规则怪谈。关于我的规则只有一条，绝对不能偷亚成老师的外卖。